大家好，我是野生量化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5年100倍的零延迟 MACD 策略，算是我最赚钱的交易策略之一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打开 TradingView， 选择2小时时间框架。这个策略适用于多种时间周期，从15分钟到日线都可以。我选择2小时是因为它在信号质量和数量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我们还是遵循经典的交易系统构建方法，结合趋势、动量、成交量和波动率4个维度的确认，确保只在高质量机会时入场。首先我们添加第一个指标 FVMA 可变移动平均线，在 TradingView 点击指标搜索，输入 Fantail VMA 即可添加。这个指标非常特别，它不是简单的移动平均线，而是根据市场波动性动态调整的。普通均线是死的，它不会变，但 FVMA 会根据市场波动自动调整。当市场波动大时，它会更快地响应价格变化；当市场平静时，它会更加平滑。这种特性让它能够更好地捕捉趋势，同时减少假信号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可变移动平均线。在策略设置中 ，FVMA 有几个关键参数。我们把 ADX 周期设为50，这个参数控制 FVMA 对趋势强度的敏感度。50这个值可以过滤掉趋势信号的小噪音。权重参数默认是10，这个决定 FVMA 对当前价格变化的反应速度。MA 周期默认是6，这是对 FVMA 值进行最后的平滑处理。其他参数我们暂且不动，因为默认参数在大多数市场都挺好用。FVMA 的用法很简单，当收盘价在 FVMA 上方时，我们认为是上升趋势；当收盘价在 FVMA 下方时，我们认为是下跌趋势。这可以确保我们只在趋势方向交易。接下来添加第2个指标零滞后 MACD， 在 TradingView 点击指标搜索，输入 MACD Zero Lag 即可添加。传统的 MACD 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存在滞后性，信号往往来得太晚。等你看到信号，行情可能已经走了一半。零滞后 MACD 通过数学方法消除了这种滞后，它能在趋势刚开始时就发出信号，而不是等到趋势已经走了一段时间再延迟发出。这对于捕捉早期入场点非常关键。传统 MACD 有延迟是因为用来平滑的移动平均线本身就有滞后性。零滞后 MACD 通过一个叫 DEMA 的方法，也就是双指数移动平均，尽量消除这个滞后。听起来复杂，但效果很明显。零滞后 MACD 有2条线，蓝色的是 MACD 零滞后主线，红色的是信号线。当蓝线上穿红线并且柱状图转绿时，这是一个强烈的买入信号。相反，当蓝线下穿红线，柱状图转红时是卖出信号。我们用到的第3个指标是 Volume Flow Indicator， 也就是成交量流向指标。它通过分析价格变化和成交量的关系，判断资金流向。其中 VFI 的计算比较复杂。它首先计算典型价格的对数变化，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和成交量的关系，判断是多头和空头的量能变化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即使趋势和动量都对，如果没有资金推动，价格也很难持续上涨。它的用法也比较简单，当 VFI 线高于它的 EMA 时，说明有持续的多头量能。当 VFI 低于 EMA 时，说明有持续的空头量能。VFI 帮助我们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推动价格向预期方向移动。最后我们添加 ADX， 它不告诉我们趋势方向，只告诉我们趋势强度，用于过滤震荡行情。当 ADX 大于20时，说明市场有足够的波动性，值得交易。如果 ADX 太低，说明市场在震荡，这时候交易风险大，收益小，不如不交易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看完整的入场条件。做多需要满足4个核心条件。第一 ，MACD 零滞后上穿信号线，这是入场时机的确认。第二，收盘价在 FVMA 上方，这是趋势方向的确认。第三 ，VFI 大于它的 EMA， 这是资金流向的确认。第四 ，ADX 大于20，这是市场波动性的确认。做空条件相反 ，MACD 下穿信号线，收盘价在 FVMA 下方 ，VFI 小于 EMADX 大于20。听起来条件很多，对吧？确实，但这就是重点。我们不要那种一天给你10个信号的系统，我们要的是那种可能1周才给一个信号，但每个信号都很靠谱的系统。下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策略表现。看这里，零滞后 MACD 刚刚上穿，价格在 FUA 上方 ，VFI 高于 EMA，ATX 高于20，所有做多条件都满足。我在下一根 K 线开盘时入场。我们添加 ATR Bands 作为止盈止损标准。设置 ATR 倍数为 2.5， 止损在 2.5 倍 ATR 位置，盈亏比设为 1.5， ATR 是平均真实波动范围。
它根据市场波动性自动调整止损距离，这种自适应止损比固定点数更合理。显然这笔交易顺利止盈。再看这里，零滞后 MACD 刚刚下穿信号线，价格在 FVMA 下方 ，VFI 也低于 EMA，DX 高于20，满足波动性，所有做空条件都满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入场点。设置 ATR 倍数为 2.5， 止损在 2.5 倍 ATR 位置，盈亏比设为 1.5。我们可以看到后续价格确实按照预期方向移动。最后，我将根据以上思路写成一个完整的策略，并进行回测。我们以2021年到202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内，以202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外，这样可以避免过拟合。好了，稍等片刻，回测结果马上揭晓。哇哦，回测结果真的令人惊喜。在2021年初至2024年底的4年里，该策略竟然创造了超过40倍，胜率也有将近60%。这个胜率在量化策略中算是相当不错的。回撤虽然大于30%，但还算可控。毕竟我还使用了5倍的杠杆，最大连续亏损次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说明策略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。你肯定会有疑问，这会不会过拟合呢？没错，这是个好问题。毕竟我们还有样本外的数据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2025年的表现吧。如果策略在样本外表现也很好，那说明它确实有效，而不是只是对历史数据的记忆。没有意外，2025年的表现也非常给力。策略通过了样本外的考验，综合5年竟然达到了90多倍，胜率依然保持稳定在60%左右。这说明策略的泛化能力很强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整体的下波比率在0.586，这个值虽然不算低，但还有提升空间。我还需要点时间来将它提高到0.7以上，可能通过优化止盈止损参数，或者加入更多过滤条件来实现。但即使如此，也不妨碍这个策略的实战价值。好了，今天的策略讲解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或者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也对量化策略感兴趣，欢迎动动小手关注我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！